朋友你好，我是雪莉，欢迎收看《文史大观园》。应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邻舍，只钓王与侯。这句话呀，是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说的。人家姜太公钓鱼，志不在于只钓王与侯，他是在等待值得辅佐的君王。你看，周文王这不就自己愿者上钩来了吗？作为《封神演义》中的男一号啊，姜子牙遵从师父元始天尊的命令，下山完成了2件大事：一是在人间灭商兴周，二是在仙界发榜封神。其实啊，上天还降了一件大任给姜子牙，那就是担负起开创人类寓言文化的使命。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姜子牙和他留下的寓言奇书《乾坤万年歌》。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开始，姜子牙一眼看穿了人间上演的这台大戏。纵横古今1万年，已经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按着《乾坤万年歌》的剧本在走，堪称中国古代寓言的开山之作。这《封神演义》啊，虽然说是神话故事，但是姜子牙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本姓姜，名尚，字子牙。他的祖先曾受封于吕地，所以又名吕尚。姜子牙是武王伐纣、周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是齐文化的创始人。而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诸家又都将他视为本家人物，所以被尊称为百家宗师。姜子牙的前半生啊，大多数的时间都过的是穷困潦倒。32岁，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上了昆仑山，拜元始天尊为师，苦修了40年，72岁出山。《封神演义》的第15回对此交代的是清清楚楚。元始天尊吩咐他说：“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享受人间之福。成汤数尽，周氏将兴，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姜子牙听了，仿佛被当头一棒。啊，难道自己就真的没有成神的命了？他是千百个不情愿，但是也只能恋恋不舍地下山去了。哎，罢了罢了，天命难违呀，我还是乖乖下山替师父办事去吧。姜子牙下山之后啊，因为无处可去，暂时投靠在兄弟宋义人的家里。想当年啊，2个人可是拜过把子的。这位热心肠的大哥赶紧张罗着给姜子牙讨了一个老婆。哎，这不是干扰姜子牙的封神大任吗？姜子牙原本是无心婚姻的，却在无意中看到他和马氏之间的姻缘线是缠在一起的，也就随缘而行了。就这样啊，一个68岁的黄花闺女和一个72岁鹤发童颜的后生的婚事就算定下来了。姜子牙本来就一穷二白，而元始天尊安排他还要在人间再过20年的苦日子。他做生意吧，什么东西都卖不出去；开饭店吧，无人光顾；贩个牛羊都能被官府没收了。你说这是走的什么霉运呢？除了在赚钱养家上不争气之外，姜子牙对男欢女爱之事也不感兴趣。在《封神演义》第15回里这样写道：话说子牙成亲之后，终日思慕昆仑，只虑大道不成，心中不悦，哪里有心情与马氏穆乐朝欢。所以婚后不久啊，马氏就后悔了，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寒酸太无聊了。当然，人间的富贵对于姜子牙而言早就如过眼的浮云飘过了，可妻子的冷嘲热讽飘不过去，成天就在他耳边叨唠，嫌弃他没本事。姜子牙吃着天天挨骂的苦，除了在人间需要继续磨练，也算是了却了世间的缘分。其实呢，姜子牙也做过纣王的下大夫，只是他看不了纣王的荒淫酒色、暴虐无道，于是有一天对妻子说：“我不忍看见万民遭殃，娘子，你和我一起前去西岐吧。”
将来必有飞黄腾达之日啊。娘子不乐意了，你这好不容易熬上了一个小官，不好好做，还想逃跑，这日子真的是没法在一起过下去了。姜子牙不得已只好写了一纸休书给马氏，独自一人去了西岐。西岐就是后来的周国。这个马氏死后被姜子牙封了个扫把星，虽然名声不怎么好听，但毕竟也算是个神仙，上了封神榜。姜子牙在周朝当了丞相之后，又娶了第二任妻子，这回不必为生活发愁了。这是因为他命中本来就该有儿女满堂、将相之福的，只不过是大器晚长了点儿。姜子牙离开商都之后，开始在渭水边垂钓。这里的河水飞湍峻急，人称盘溪。姜子牙头戴一顶草帽，敞着胸襟，双腿跪坐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他的钓钩是直的，下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离水面3尺高。周围路过的人看到这个情景，简直都笑弯了腰。哎呦，这老头可真二，你这样钓鱼能钓到吗？姜子牙倒是悠然自得，不想活了的鱼儿你们就自己上钩来吧。姜子牙如此这般的炒作，果然成功引起了王吕侯的注意。姜子牙还是钓到了求财若渴的周文王这条大鱼。周文王看到仙风道骨的姜子牙，心动不已，恭请他辅佐自己振兴周室，造福万民。恭敬不如从命，姜子牙推辞了几下，就坐上了周文王的马车。周文王担心路上颠簸，还自己亲自拉车，一直走到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才停了下来。姜子牙问文王：你有没有数数你拉了多少步啊？文王回答：我一边拉车一边数着呢，一共800步。姜子牙又说：你拉我800步，我保你江山800年。文王听了大吃一惊，那让我再拉上一段吧。纣王的那些残暴无耻的行为早就把老祖宗的基业给毁了，老天爷不允许他再这样祸害人间了，所以才有了成汤河灭，周室当兴的天下。周室当兴是说周文王以德配天，自然要为天下王了。姜子牙受封于齐地，辅佐周文王兴邦立国，又领帅印帮助周武王灭商伐纣。他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果然保了周朝800年的基业。《封神演义》第15回讲到，成汤河灭，周室当兴之时，又逢神仙犯界，元始封神。姜子牙想将相之福，封神这可是件天大的事，千载难逢。姜子牙向周伐纣，百战成功之后，奉元始天尊之命，捧着玉符金翅登上封神台，大封365位新神。姜子牙自己虽然没有位列仙班，但也是威风的很。他一手执掌封神榜，一手紧握打神鞭，所有的神都得听命于他。至此之后，民间就有了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说法。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神仙犯界，看来神仙把握不好也会犯界，打下红尘来也对想当年猪八戒可是天庭中统领8万天河水兵的天蓬元帅，只可惜被贬下凡，又投错了猪胎。我们再顺便说说姜子牙的师弟申公豹。申公豹厉害吗？厉害，他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有着几千年的道行。他能够移山倒海，降龙伏虎，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往空中一扔，还能直接落到脖子上安上。申公豹是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修道不过才40年，没啥本事的姜子牙，可偏偏师傅就把封神的大任交给了这个自己最看不起的糟老头子了，这口气哪能咽得下去于是呼朋唤友前来助阵，专门与自己的师兄处处作对。
结果被元始天尊抓去，以身堵北海眼了。如果不是妒忌心作怪，申公豹本来该有很高的成就和更好的去处，最终呢，只能被姜子牙封了个东海分水将军。说是将军，其实就是一个看水闸的苦差。之所以还捞了个神位啊，是因为他为了打败师兄姜子牙，四处奔走游说他人，煽动了很多人参与这件事，无意之中也算有份苦劳，帮助完成了封神大业。姜子牙的另一个大手笔啊，是留下了中国最早预言社会兴衰的《乾坤万年歌》，全文总共110句，每句7言，纵横古今1万年，推演了从上古到现在的人间大戏，乃至还没有发生的未来大同世界。串去中直传天下，却是春和换日头。这句预言的是秦朝。串去中直就是串字去掉中间一个直竖，就是吕字。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始皇本姓吕，是吕不韦的儿子。所谓春和换日头，就是将春字下边的日字去掉，换一个和字，就是秦字。这2句是在预言继周而承传天下者是吕秦。卯作金头带直刀，削尽天下牧羊手。在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霸王别姬、垓下之围、四面楚歌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刘邦一统天下，拉开了汉朝绚烂多姿的大幕。这一句预言说的正是汉高祖刘邦。金字加一个卯字，右边加一直刀，合成正体的刘字。高祖于乙未年被立为汉王，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和五行学说以及12生肖，乙未年属于牧羊年。牧羊年，刘邦开始为首领，王基已立，将来能削尽天下。对于唐朝的建立，《乾坤万年歌》是这样说的：木下男儿火年起，一扫烟尘木易矣。木下男儿是一个李字，指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他们起兵在丁丑年，丁属火，所以说是火年起。木易矣是指李氏一起，杨氏的隋朝就覆灭了。一扫烟尘指的是李氏父子扫除其他各路人马，就是扫除天下的烟尘，使天下恢复清净。萧郎走出在今侯，稳稳清平传几世。萧郎走出是个字谜，是正体的赵字。今侯就是庚申年，宋太祖赵光胤正好是在庚申年，也就是金猴年得天下的，开创了大宋的江山，迎来清平盛世。淮南忽见红光起，8只牛来力量大，日月同行照天下。朱元璋的红巾军正是在淮南发展壮大的。另外，牛字下面加个8字就是朱字，朱也是红的意思，所以是红光起，军队的力量大。日月同行是一个明字，明朝能普照天下。清朝的预言是相继春秋200余，五湖云扰又疯癫。相继春秋200余指的是清朝统治中国有200多年，此后中国继五湖，又将是风起云涌的社会状态。讲到这儿啊，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6个王朝全部被《乾坤万年歌》说中了。最后我们再来试着解读一下预言中有关台湾命运和两岸关系的部分内容，仅供大家参考。人丁口取江南地，经国重新又一迁。人丁口是介字，又是实字。蒋介石取得江南地区，定都南京，后来南京政府又迁到台北，京城与国家都是再一次变迁。两分疆界各保守，更得相安190。这句是说两岸隔海各治，和平相处的时间。190，不同的人对这个数字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读为两岸在100年间和平共处了大约90年，
有人说是190年，也有人说是109年。认为古代对于109的写法是190，如果是190，那就应该写成190。蒋介石于1949年末迁移台湾，如果是109年，那就是两岸关系要维持到2060年之前。还有人认为190说的是民国纪年，中华民国政府由公元1911年成立，到2020年共109年。也就是说，从公元2020年开始，两岸的局势开始起变化。下一句，那时走出草田来，手执金龙步玉阶，清平海内中华定，南北同归一统台。这似乎是在说，到时候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手执金龙，金龙是真命天子的象征。走出草田来，这一句在其他寓言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推背图在第47项的颂中曰：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民国时期的武侯百年基中说，田间再出华盛顿，造福人群是真命。看来呀，这最后的治世能人不是生在帝王将相家，而只是一介草民，却能够用旧书、用传统教化世人道德，终使天下安定，四海团圆。乾坤万年歌中最后几句说：我今只算万年中，波复循环理无穷。知因君子详此数，今古存亡一贯通。我今天只算到10000年，冬去春来，日月交替，世间的一切都是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能读懂我的人就能理解我的意思，古今的世道兴衰也都会了然于心。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